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财经，我们团队为您整理总结中国财经简报。中国省级领导人吸引邻国。南华早报，中国省级领导人已开始对邻国进行一系列访问，作为该国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外交魅力攻势的一部分。省级领导人的访问是在1月初取消中国 COVID-19 大流行限制，结束了3年的隔离，并于3月中旬完成了10年2次的领导层交接之后进行的。推动加强关系现在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来自边境省份的领导人的访问旨在这些省份的文化和地理邻近性中实施中央政府的政策。这些接触是中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稳定与14个近邻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各省之间的合作对北京来说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旨在建立邻国之间的自然纽带。这些边境地区与邻国之间在历史、经济、文化甚至语言方面都有着一些天然的联系。地方之间的外交是对整个国家外交议程的有力补充。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王健说。据中国媒体报道，省领导还强调愿意加强与邻国在贸易、投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这些努力对企业有利，领导人在多项协定中总共签署了145笔交易，价值891亿美元。这是北京加强与邻国关系的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由于俄罗斯汇款减少和乌克兰生活成本上升而导致担忧加剧的情况下，这可能导致该地区的不稳定。中国经济有望反弹。日本时报，4月20日星期二，中国将公布其2021年第一季度 GDP 数据。许多分析师认为该数据将显示 3.8% 的同比增长率，反映出中国经济在2020年12月取消公共卫生限制时已恢复到接近正常的水准。然而，该国在消费者信心、通货膨胀和几个主要经济体的潜在衰退方面仍面临挑战。中国的 GDP 在2020年增长了 3%， 分析师的平均研究预测到2021年将增长到 5.3%。然而，北京设定了今年增长 5% 左右的目标。今年3月，李强总理表示，中国可能难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直接问题是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市场和占 GDP 约1/4的建筑业萎靡不振。中国房地产崩盘将使经济增长限制在 3%。彭博社分析称，明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板块下跌 15% 将破坏经济增长。这种低迷将肆虐整个市场，造成类似于2015年股市崩盘和货币贬值的全球冲击波。去年中国 GDP 萎缩了 3%， 今年将仅增长 1.9%， 预计2022年将收缩 0.4%。然而，北京愿意将其财政赤字增加 2%， 以抵消该行业的任何崩溃。经济学家常述埃里克·朱和安娜·加尔沃写道，中国可以逐步减少货币干预。日经亚洲，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表示，中国可以通过逐步减少进军市场的次数和频率来逐步取消货币干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举行的研讨会上，易纲还表示，央行将寻求引导货币政策，使实际利率略低于潜在增长率。中国领导人已承诺加大对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支援。易纲称，利率是汇率的关键驱动因素。他解释说，如果你有正确的货币政策，我认为你会确保汇率由市场决定，当局尽可能少的干预。行长还表示，虽然中国将始终保留在市场动荡时期进行干预的权利，但它将允许市场力量更多地推动人民币走势。中国注入更多流动性，同时维持关键利率不变。彭博社，中国人民银行 PBOC 通过其中期贷款工具向银行提供了1700亿元人民币，250亿美元，一年期利率维持在 2.75% 不变。虽然预计美国加息将放缓，但中国央行正在受到更密切的关注，看看它是否会放松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
这可能会受到通胀温和的支撑。港股触及6周高点，中国数据前，汇丰、小鹏汽车上涨。南华早报，香港股市升至6周高点，因政府报告显示，随着制造业扩张，中国经济在上个季度有所改善。在午盘交易时间，恒生指数上涨 0.5% 至 20,548.84 点，这将限制涨幅，因为 G7 外长在日本举行会议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讨论中国和台湾。JD.com 下跌 0.5%， 限制了涨幅，因为瑞银、UBS 和蓝联资本顾问 Blue Lotus Capital Advisors 的分析师警告称，随着竞争加剧，潜在的经营亏损。根据彭博社跟踪的计量经济学，中国2016年第一季度可能增长 4%， 预计将打破2015年第四季度 2.9% 的跌幅。谢谢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